10年过去了，从人类第一次注意到那颗古怪的恒星算起，整整10年。这10年里，他换过好几副面孔。他当过外星文明最有力的候选证据，他上过全世界的头版，他也当过天文圈里一个有点尴尬的话题。争论来了又走，热度起了又落，可他始终没有交出答案。直到最近，一篇新论文摆到了桌面上，研究者说他们可能找到了真正的嫌疑人。有意思的是，这个嫌疑人自己并不遮光，他只是躲在远处安静地绕圈，但他很可能是整场混乱背后真正的推手。要把这件事讲清楚，得先从一台望远镜说起。银河系里有几千亿颗恒星，今天我们知道，其中绝大多数都带着自己的行星。这个结论并不古老，它主要来自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开普勒的工作方式很笨，也很有效。他对准天鹅座附近的一小块天区，一动不动地盯了4年。他同时记录10几万颗恒星的亮度。他要找的是亮度曲线上那一点点极其轻微的下限。道理并不复杂，假设有一颗行星绕着恒星转，再假设它的轨道平面正好对着我们，那么它每转一圈就会从恒星前面走过一次。走过的时候，它挡住一小块星光，恒星就会暗一点点，等它走开，恒星再亮回来。这个过程叫凌星。开普勒靠这一招找到了数千颗系外行星，这个数字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宇宙观。在此之前，我们只能猜测别的恒星有没有行星。在此之后，问题变成了哪一颗上面可能有生命。凌星信号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它能说的话远比这里有颗行星要多得多。下线重复出现的间隔就是这颗行星的轨道周期，知道了周期，再结合恒星的质量，就能算出它离恒星有多远。下线的深度对应的是行星和恒星的面积比，于是行星有多大也跟着出来了。下线从开始到结束用了多长时间，还能反推出它绕行的速度。一小块阴影换来一整份档案，这就是行星猎人们过去20年最顺手的工具。但这套工具有个前提，它默认一切都是规律的。行星是球，轨道接近圆，运行周而复始，所以阴影也必须是规律的。深度基本不变，间隔基本不变，形状基本不变。看到3次几乎一样的下线就可以拍板了。塔比星偏偏不守这个规矩，它的正式编号是 KK8462852，它更响亮的名字叫塔比星，来自天文学家塔贝莎·博亚吉安。有一个细节常被忽略，最早发现它不对劲的其实不是专业团队。开普勒的数据量实在太大，算法擅长找规律的东西，却容易漏掉真正古怪的东西。于是项目方把光变曲线搬到了网上，请公众帮忙用眼睛筛。成千上万的志愿者一条一条的翻，有人翻到了这一条，然后愣住了，在论坛上把它标了出来。这件事本身就挺有意思。人工智能和自动算法在处理海量数据上确实无敌，但它们的强项是识别已知的模式，真正闻所未闻的东西反而常常从筛子里漏下去。而人眼虽然慢，却对不对劲3个字异常敏感。塔比星就是这么被捞出来的，它被标注、被讨论、被反复核对，最后才走进专业论文里。这颗星从一开始就带着一点民间色彩，它的亮度曲线和任何已知的行星系统都不像，下线来的毫无预告，间隔时而几十天，时而好几百天，怎么排都排不出周期。深度更离谱，有的下线只有1%，有的却一口气吃掉将近20%的星光。形状也乱七八糟，有的陡然下去，缓慢回升，有的中间还带着好几级小台阶，像是被什么东西反复啃了几口。对一颗普通恒星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要挡掉2成星光，这挡物的截面必须极其巨大，那已经完全超出行星的尺度了。做个对比，木星如果从太阳前面走过，也只能挡掉大约1%。想挡掉20%，你需要一个宽度接近恒星本身一半的东西，而且这东西还得反复出现，形状还得不停变化。世界上没有哪颗行星能做到这一点。于是塔比星几乎是一夜之间成了现代天文学最出名的悬案。所有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挡住了它的光？猜测很快堆成了山。有人说是一大群彗星被某种力量赶到了恒星附近，集体蒸发，拖出巨大的尘埃云。有人说是一套超大号的行星环系统，比土星环夸张几十倍，斜着从恒星前面扫过去。有人说这颗恒星刚刚吞掉了一颗行星，正在打嗝。有人说问题根本不在那儿，而是我们和它之间恰好飘过了一片星际尘埃云。还有人干脆怀疑数据本身，把仪器故障、宇宙线干扰、处理流程挨个排查了一遍。这些猜测被一条一条的检验，也被一条一条的淘汰。
仪器故障最先出局，因为同一批数据里，旁边的恒星都好端端的，唯独它在抽风。恒星内部活动也很难成立，因为主序星的脉动有自己的节拍，而它的下线毫无节拍可言。吞掉行星的说法解释得了一次爆发，解释不了持续10几年的反复遮挡，还有我们和它之间飘过一片云这个思路，听起来省事，算起来却很难。那片云的边缘必须恰好切在视线上，而且还得反复切好几次，概率低得离谱。一个个排除下来，剩下的选项越来越少，而剩下的选项一个比一个古怪。当然，最出圈的还是那一个说法，会不会是外星文明？这个想法并不算胡闹。上世纪60年代，物理学家提出过一个设想，一个足够先进的文明，能量需求会不断膨胀，最后可能把主意打到自己的恒星身上。它可以在恒星周围建造巨大的收集结构，把辐射出去的能量尽可能截下来。后来人们把这一类构想统称为戴森球。这里要说明一下，真正的戴森球不太可能是一个封闭的实心壳，那在材料力学上撑不住。更现实的版本是无数独立的巨型采集板，各自绕着恒星运行，密密麻麻，层层叠叠。而这种结构从我们的视角看过去，恰好会造成一件事：不规则、深度巨大，说来就来的遮挡。塔比星的曲线正好长得像那个样子，后面的事就顺理成章了。媒体沸腾了，搜寻地外文明的团队把大型射电望远镜对准它，听了很久很久。有人用光学望远镜找有没有规律的激光脉冲，有人翻遍红外数据去找巨大人造结构必然会有的余热。这一条其实最狠，任何结构只要拦下了恒星的能量，就必须把废热重新辐射出去，而废热落在红外波段是躲不掉的。所有这些搜寻结果高度一致，什么都没有，没有信号，没有脉冲，没有异常的红外辐射。热度散去之后，塔比星慢慢退出了头条，但天文学家并没有走，真正扎实的工作反而是从这时候才开始的。还有一件事让它更加可疑，有研究者去翻了上百年前的天文照相底板，那些玻璃底片记录着几代人对同一片天区的拍摄，有人从中读出一个趋势：这颗恒星在过去的1个世纪里可能一直在缓慢变暗。这个结论后来引发了很大争议，因为老底板的定标非常麻烦，不同年代的乳剂冲洗方式都不一样。但争论本身说明了一件事：这颗星的异常可能不是最近几年才有的。2016年，博亚吉安做了一件当时不太常见的事，他发起了一次众筹，向公众募款，租用全球的小型望远镜网络，对塔比星做长期不间断的监测。他的想法很朴素，开普勒看到的都是过去的事，事后分析永远慢一拍，想真正弄明白它，就必须在下一次变暗正在发生的时候，把各种设备一起对上去。众筹成功了，而塔比星也很配合。2017年，它真的又暗了下去，而且接连来了好几次。研究团队给这几次事件起了名字，一个比一个有仪式感。消息传出去以后，世界各地的望远镜纷纷调转方向，有专业台站，也有大学的小口径设备，甚至还有装备精良的业余爱好者。人类第一次做到了在事发现场直播它。这几次事件的深度都不算大，大多在1%到3%之间，远不及开普勒当年看到的那种规模。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是活的。观测者可以在下线正在进行的时候，同时用不同的滤光片去拍它，去比对，去测量，这在此前是做不到的。而这批数据最终成了整个故事的转折点。这一次，他们手里多了一样开普勒没有的东西——颜色。这里要说说开普勒的一个短板。开普勒拍的其实是黑白照片，它测的是总亮度，不区分波长。对普通行星来说，这无所谓，因为一颗固体行星挡光是一视同仁的，红光被挡掉多少，蓝光就被挡掉多少，绿光也一样。这种不偏不倚的遮挡叫灰色吸收。行星是这样，行星环是这样，一整块巨大的金属板同样是这样。但宇宙里还有另一种遮挡方式，有些东西对不同颜色的光并不公平。最熟悉的例子就在我们头顶，地球大气更容易散射波长较短的蓝光，所以白天的天空是蓝的。而到了日落时分，阳光要斜着穿过厚得多的大气层，蓝光一路上被散射的七七八八，剩下的红光才直直地送进你的眼睛，于是太阳越看越红。这就是所谓的色依赖吸收。放到宇宙尺度上，造成这种效果的头号选手只有一个：尘埃。尘埃颗粒非常小，往往比1微米还细，这个尺寸对蓝光来说是障碍，对波长更长的红光来说却容易绕过去。所以只要是尘埃在挡光，蓝光的损失就一定比红光更大。这不是模糊的推测，
而是可以直接量化的指纹。2018年，博亚吉安团队把新一轮的多波段观测结果发了出来，结论很干脆，塔比星变暗的时候，蓝光下降的幅度明显大于红光，而且比例正好落在细小尘埃颗粒该有的范围里。答案似乎水落石出了，挡住塔比星的不是什么庞大的人造结构，是尘埃，非常多的尘埃。很多人当时觉得扫兴，折腾了这么多年，最后就是一堆灰。可如果你顺着这条线再往下走一步，就会发现事情反而更麻烦了。因为按照常理，那些尘埃根本就不该出现在那里。塔比星是一颗主序星，它比太阳重大约40%，也更热、更亮，颜色偏白，属于天文学家说的 F 型星。它不年轻，也不年老，正处在生命中最平稳、最无聊的阶段。而尘埃在恒星周围通常只有2个来源，一个是年轻恒星，恒星刚形成的时候，周围还围着一大圈没用完的原料，尘埃自然多的是，这也是行星诞生的地方。另一个是垂暮的恒星，到了晚年，恒星外层变得不稳定，会持续把物质抛出去，在周围织出一层新的尘埃壳。塔比星两头都不沾。更要命的是，尘埃在这样一颗恒星旁边是待不住的。恒星的辐射本身就带着压力，会持续把微小颗粒往外推，同时还有另一种效应在起作用，它会让绕转的尘埃缓慢损失角动量，一圈一圈的螺旋掉进恒星里去。两股力量一起上，几十万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就足以把一整片尘埃云打扫干净。而塔比星的遮挡已经持续了至少10几年，如果那些老底板的结论成立，时间还要长得多。于是问题变了，它不再是什么东西挡住了光，而是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这些尘埃究竟是谁在源源不断的捕获？想找思路，可以先看看我们自己家。太阳系的外围藏着2个巨大的仓库，近一点的那个叫柯伊伯带，位于海王星轨道之外，是一整圈冰质小天体；远得多的那个叫奥尔特云，像一层极其稀薄的壳，把整个太阳系包在里面。里面存放的都是太阳系形成时剩下的边角料，冰、岩石、尘埃冻在一起，几十亿年几乎没动过。平时它们各转各的，安安静静，谁也不打扰谁。但只要有什么东西经过，在引力上推搡它们一下，就可能有一块被踢出原来的轨道，一头栽向太阳。于是它变成了一颗彗星，越靠近太阳，它就越受不了。表面的冰不经过液体阶段，直接升华成气体，原本被冻在冰里的尘埃跟着被释放出来，被喷出的气流带走，在身后拖出长长的尾巴。你在夜空里看到的那条漂亮的彗尾，本质上就是一条正在散架的尘埃流，而这些尘埃最终会被太阳的辐射慢慢吹散、清走，什么也留不下。现在把这套机制整个搬到塔比星那边去，如果那里不断有冰质天体冲向恒星，它们就会不断蒸发，不断释放尘埃。尘埃虽然照样会被清除，但只要捕获的速度足够快，遮挡就能一直维持下去。这个思路逻辑上是完全说得通的。问题出在量上，太阳系1年里能被看见的彗星屈指可数，偶尔来一颗够亮的，就够天文爱好者兴奋一整年。而塔比星要挡掉20%的星光，需要的不是1颗，不是10颗，而是成千上万颗，并且要一批接一批，持续不断的送过去。而且这还只是数量，再算算物质，一颗直径几公里的彗星听着挺大，可它散出来的尘埃摊在那么大一片区域里，其实薄得可怜。要让恒星整整少掉20%的光，需要的总物质量非常惊人。有人粗略估算过，那个量级大致相当于把太阳系里一颗中等个头的小行星整个碾成粉末，再均匀铺开。这不是零敲碎打能凑出来的。自然状态下，冰质天体是不会自己往恒星上跳的，它们必须被推。所以真正的问题最终变成了3个字：谁在推？答案只能是引力。而要制造出这种规模的持续骚扰，条件是很苛刻的，必须有一个质量足够大的东西，它得长期待在这个系统的某个位置上，它得一遍一遍地扰动外围天体的轨道，然后把它们一批一批地甩向内侧。可这个推手一直没有人见过，它不发光，或者说发的光弱到根本看不见。它离恒星远，不会造成频繁的零星。它就像一间失窃现场里那个谁也没见过的人，只留下一地痕迹。天文学家能推断它存在，却拿不出证据。转机出现在2019年，泰斯卫星连续盯了塔比星55天，这段时间里，它记录到了一次亮度下降。当时没人把它当回事，大家默认又是一次普通的尘埃遮挡，随手归了个档。可后来的几年里，这次事件慢慢变成了一根刺。研究者反复用尘埃模型去拟合它，怎么算都别扭。
因为尘埃遮挡通常是不对称的，前面陡，后面拖，因为尘埃会被辐射和引力拉成长长的一串，尾巴总是走得慢一些。而这一次事件形状对称的不像话，前后两侧几乎可以对折。于是今年一个研究团队提出了一个相当大胆的想法，这一次挡住光的可能压根不是尘埃，可能就是那个躲在暗处的推手本身，第一次从恒星前面不紧不慢地走了过去。支持这个想法的是3个细节。第一，这次下陷的深度只有大约1%，非常规矩，一点也不夸张。第二，它持续了大约20个小时，不长也不短。第三，也是最关键的，它的曲线高度对称，竞合处的坡度几乎一模一样。这3条加在一起，就是一次教科书级别的行星零星。说句实在话，这个信号要是单独拿出来，根本不会引起任何争议。假如当年开普勒最先看到的是它，而不是那些疯疯癫癫的深度下陷，天文学家大概会立刻宣布这里有一颗行星。偏偏因为塔比星名声在外，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那些夸张的事件吸走了，这个安静、标准、老老实实的信号反而被冷落了好几年，这大概也算是一种讽刺。不过一次零星是远远不够的，按照行业规矩，至少要看到3次重复出现的下陷，才能确定周期，才能算真正确认了一颗行星。而现在我们手里只有孤零零的一次，于是团队换了个思路，既然新的观测一时半会儿等不来，那就回头去翻旧账。他们把开普勒、TESS 以及其他项目积累下来的历史数据全部重新过了一遍，结果并不理想，他们没有找到第2次同样的零星。但这次翻查绝不是白费力气，因为逻辑可以反着用，每一段有数据却没有出现下陷的时间窗口，都能排除掉一批不可能的轨道周期。你没看见它本身也是一条信息，一轮一轮筛下来，可能性被压缩到了一个不大的区间，1000天到1300天之间，大约3.3年。有了周期，距离也就跟着出来了。这颗天体离塔比星的距离大约是地球到太阳距离的2倍半，如果把它挪进太阳系，位置差不多在火星轨道和木星轨道之间，正好是小行星带那一带。再看下陷的深度，1%的遮挡配合塔比星本身的尺寸，推算出来的半径比木星还要大出70%左右，这已经是一颗相当夸张的巨行星了。而真正让人坐直身子的是后面那一步，团队又去查了这颗恒星的光谱，用的方法叫镜像速度法。原理是这样，行星绕恒星转的时候，恒星并不是纹丝不动的，严格来说，它们是在围着共同的质心互相转，行星越重，恒星画的那个小圈就越大。这个来回的摆动会让恒星的光谱产生极其微弱的多普勒位移，朝我们过来的时候整体偏蓝，退回去的时候整体偏红，测出这个节奏就能反推出行星的质量。可塔比星在这件事上非常难搞，它自转极快，赤道处的转速高得吓人，转得快，谱线就被展宽成一片模糊，本来清晰的吸收线糊成一团，测速精度大打折扣。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没人对它做过特别有说服力的镜像速度测量。即便如此，团队还是从数据里捞出了一点疑似的信号，而且这个信号的节奏和那个1000多天的周期对得上。如果这个信号是真的，那么这颗行星的质量可能达到木星的10倍左右，一颗名副其实的超级木星。这里可能有人要问，这么大一颗行星怎么会藏了10年才被发现？原因其实很现实，第一，它转得太慢，周期3年多，意味着开普勒盯了4年，理论上最多只能撞上1次2次，而开普勒的观测又不是完全连续的，中间有姿态调整，有数据下传，有各种间隙，错过1次就什么都没了。第二，它的信号太安静，1%的下限混在那些10%几的巨型事件旁边，就像有人在摇滚现场轻轻咳嗽了一声。第三，也是最要命的一条，是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带偏了，大家忙着解释那些疯狂的部分，没有人回头去看那些正常的部分。这个体量意味着什么？还是拿木星做参照，在太阳系里，木星就是外围小天体的总调度，它的引力长期塑造着小行星带的结构，在特定位置制造出一条条空隙，它把一部分天体牢牢锁在稳定的共振轨道上，又把另一部分越推越偏，最后甩进内太阳系，或者干脆踢出太阳系。而木星的质量只有太阳的1/1000左右，现在把它换成一颗10倍木星质量的行星，如果它的轨道还带着一点偏心，那它每转一圈都会把外围的冰质天体带整个搅动一遍。单次扰动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共振效应会一圈一圈的累积，几十万年下来，就能源源不断的把一批批冰质天体成群结队的送往恒星。到了近处，冰蒸发，尘埃释放，
遮挡出现，尘埃被清走，下一批又跟上来。这样一来，整条链条就闭合了。一颗看不见的超级木星，一条被反复搅动的冰质天体带，一场持续了至少10几年的彗星末日，以及一颗因此不断闪烁的恒星，所有奇怪的现象都能挂在同一根钉子上，听上去很完美，但必须把话说清楚，证据还不够。那个镜像速度信号的显著性只有 2.3 个标准差，换成大白话，大约有1/50的可能，它只是噪声凑巧排成了这个模样。而在天文学里，通常要达到5个标准差才敢用发现这2个字，所以现在最诚实的说法是，这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候选，不是一个定论。好在验证的机会已经在路上了。欧洲空间局的盖亚探测器用很多年时间只做一件事，极其精确地测量天体在天空中的位置。它的精度高到什么程度呢？它能察觉到恒星因为被行星拉扯而产生的那种微乎其微的位置晃动，这种方法叫天体测量法。它测的不是光谱，也不是亮度，而是位置本身。对一颗10倍木星质量、周期3年多的行星来说，它给木星造成的晃动幅度恰好落在盖亚有可能捕捉到的范围里。研究团队的判断是，等盖亚后续的数据发布出来，这个晃动应该能被直接看到。除了盖亚，还有别的路可以走，最直接的一条是耐心。既然周期落在1000天到1300天之间，那么只要持续监测，下一次零星迟早会来。第2次和第3次一到，周期就被定死了，什么争论都可以结束。另一条路是红外，如果那里真有大量正在蒸发的冰质天体，被加热的尘埃会在特定波段发出微弱的余晖。今天我们已经有了灵敏度足够高的红外望远镜，去把这层余晖找出来，并不是幻想。如果真的看到了，那么这场持续10年的悬案基本就可以结案了。结论会是这样：塔比星从来没有被什么外星巨构包围过，挡住它的是无数正在蒸发的冰质天体扬起的尘埃，而这些天体之所以前赴后继地冲向恒星，是因为在更远的地方有一颗从未露面的超级木星一直在背后推着它们。从戴森球到彗星末日，这10年，答案走了一条谁都没料到的路。回头看，这个故事最值得琢磨的，其实不是结论本身，而是过程。一颗恒星被一群业余爱好者从数据堆里捞了出来，一个近乎科幻的猜想让它红遍全球，一场众筹把望远镜送到了现场，一次被忽略了好几年的普通信号，最后成了破案的钥匙。中间没有神来之笔，只有一轮又一轮的排除、修正和等待。科学大多数时候就长这样，慢、笨拙，但一步一个脚印。当然，也可能盖亚什么都没看到，那也没什么不好。那意味着塔比星还要继续留在原地，继续给我们出题，而这恰恰是这颗星最迷人的地方。它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们，宇宙从不负责满足人类的预期，真实的答案往往比我们最大胆的想象还要再拐一个弯。